我看到很多人都在聊黄金啊，今天就来讲一讲黄金。人们花了很久的时间才明白一个道理：所有的纸币的背后都是官方的信用，而信用有的时候可能一文不值，但黄金永远是黄金，因为它是全球共识的终极信任啊。现代的黄金早已经不是大金链子了，而是全球经济的防震垫。虽然高位买入也会被套，但是遇到超级风暴的时候，它依然是那个最抗揍的那个。巴菲特曾经说过，只有潮水退去的时候，才知道谁是在裸泳。2008年金融危机从顶点到底点，纳斯达克下跌了55%，标普500下跌了56%，同期黄金短期下跌了约6.47%，远好于股市。危机之后，黄金进入超级牛市啊！2000年互联网泡沫，纳斯达克下跌76%，标普500下跌45%，同比黄金上涨了8.6%。所以不要再笑话那些现在攒金豆子那些人啊，他们买的不是豆子，买的是终极信任感。好，到了大家最关心的环节，到底是什么推动了黄金价格的涨跌呢？市场是如何给黄金定价的？给大家一个机构的公式啊，黄金的价格等于实际利率加美金流动性加上风险溢价。对于新手来说，看起来是不是有点抽象？我给你一个财子版的公式：黄金价格等于钱值不值钱，加上钱松不松，加上大家现在怕不怕，这样就看明白了吧？第一点，钱值不值钱，代表的就是美联储的实际利率，也就是现在是加息周期还是降息周期。大家知道，黄金的对手盘是美金和美债，加息周期，美金和美债的利息就会变高，因为持有黄金是没有利息的，它不升息，所以市场上的钱就会流向美金和美债。同理，降息周期钱不值钱，美金和美债的钱就会流回黄金啊。看过我上一期视频的朋友们都知道，上周四非农数据腰斩，市场觉得短期不加息了，你看黄金是不是立马就反弹了？好，我们再说第二个变量，钱松不松？钱松不松代表的是美元的流动性，也就是整个市场上美金多不多。其实指的就是美联储目前是放水政策还是抽水政策。放水就是量化宽松，你看新冠危机，美联储2020年3月23号宣布无限量的量化宽松这一天，黄金直接起飞。而抽水就是缩表，美联储把资产负债表里的美债扔回市场，从而抽取美金，减少流动性啊。最后一个因素就是风险溢价，也就是大家现在怕不怕？越怕黄金涨得越高，怕什么？怕战争、银行危机、市场崩盘等等。举个近点的例子，2023年3月10号，硅谷银行倒闭，导致区域性银行危机，人们担心钱在银行里还安全吗？这个时候热钱就会涌入这种硬资产，也就是黄金，黄金快速冲高。这种例子有很多啊，俄乌战争的初期、新冠危机、金融危机等等。所以这三个变量就是影响黄金价格的最直接的因素。当然，实际利率是名义利率减去通胀率的价格啊，如何定义预期通胀定价等等，还有很多细碎的知识，我就不在这里说了。为了让很多不研究金融的朋友能听懂，所以我简化了啊。好，那我们再通过技术面去分析一下最近黄金的走势。黄金已经从今年1月史诗级的高点5626下跌到3900多，现在反弹到了4100多。其实我在6月12号的时候就通过技术面的分析，已经预测到黄金短期触底要有一波反弹，市场也确实从4180反弹到了4400。但是这种预期短期触底反弹很短暂，除了超短线的交易没有什么意义啊。真正有意义的是趋势反转。从技术面讲，现在日 K 的 MACD 出现了金叉信号，下周有可能会出现短期反弹。虽然日 K 不是那么准确啊，周 K 更准确，但是这个也算信号啊。同时，我们可以看到4000的位置出现了4条下影线，说明价格只要一打到4000，买方的力量就非常的强劲，把价格往上顶啊。然后我们再看4050这个位置，斐波那契支撑线已经支撑黄金5次反弹了。这说明这里是一个强烈的支撑位，多空交战的重要区域啊。我们再看布林线收缩形态，说明市场下个星期要选择方向，有可能是要转向。但是我说的是有可能，因为达到中轨又被砸下来的例子有很多。技术分析方面我就不多说了，以后在会员频道里讲。免责声明：以上内容纯属我个人观点，不构成任何的投资建议，仅供参考。好，就像我上一个视频说到，脱离了宏观分析的技术分析是极其脆弱的。在宏观层面，上个星期四的非农数据腰斩，降低了加息预期。简单来说，也就是预期未来的美金不值钱。这对于黄金来说，我觉得是一个不错的利好。但是预期这种东西，其实美联储一会儿这么说，一会儿那么说，大家还是要控制风险。那么如何控制风险呢？
控制风险就是控制仓位啊。我在之前的视频中提到过，我本人持有黄金，我也希望黄金涨。我一般会把黄金控制在投资组合5%左右的仓位，长期持有，除非跌到下一个斐波那契支撑位3600左右，否则我不会超过5%的仓位。黄金它本就不属于短炒的资产，由于黄金的波动率低，大资金也不会进来短炒黄金，小资金短炒也赚不了什么钱，除非上了杠杆。但杠杆大家都知道，爆仓风险我就不多说了。所以我认为黄金作为资产配置里的压舱石才是比较成熟的方式啊。我们再聊一聊宏观新闻方面，摩根大通将黄金到年底6000目标价下调为4500。我曾经在证券公司里工作过，我跟大家讲，投行上调目标价、下调目标价这种东西，大家看看就完，这是一种情绪信号啊。他们今天可能是因为市场情绪好就上调目标价，明天可能是因为某一个突发事件就下调目标价，没有什么具体的参考价值。他们自己都不知道明天是涨是跌，市场是涨是跌。他们之所以经常出来设置目标价的目的，其实就是为了刷存在感，没有什么其他别的意义啊。以上均为个人观点，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。好，下周黄金处于关键的选择方向阶段，大家注意风险，别忘了点赞、订阅、评论、转发，我们下周再见。